前面我们在学习节点电压法的时候所用的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每一条支路上，除了电阻就是独立电流源。那这种情况对于列写节点电压法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但是在实际电路当中，我们的支路情况会比这个复杂得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几种特殊支路的处理方法。首先，第一种特殊情况是含有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支路，也就是这条支路。那我们看看在列写节点电压法的时候，对这条支路应该如何处理。我们已经知道节点电压法本质上是一组 KCL 方程，因此我们可以就从最初的 KCL 方程写起。对于节点一列写 KCL 方程，这条支路上的电流就应该表示成 UN1 减掉 US1 再除以 R1， 而其他各条支路呢，和我们前面举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对于节点2上面的所有支路情况并没有变化，因此得到的方程和以前一样。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方程整理一下，把所有不含有 UN1 或者 UN2 的项都挪到等号的右边来，我们会发现现在在等号的右边多了一个 US1 除以 R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等效的电流源。我们把原来的这个电路中的这条电压源与电阻的串联支路做一下电源的等效变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得到右边的这样一个附加的等效电流源项是怎么出来的了。做等效变换，大家可以看到电阻依然是 R1， 而这儿会有一个等效的电流源，注意一下电流源的方向应该是向上，而电流源的值呢就应该是 US1 除以 R1。 那这么变换完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和我们最初的那个简单的电路不就完全一样了吗？电路中所有的支路要么是电阻，要么是电流源。好，这第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就讲到这里。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含有独立电压源的支路，比如是这样一个电路。我们都知道节点电压法本质上是一组 KCL 方程，也就是说我要想方设法用节点电压表示出每条支路上的电流。可是对于这样一条纯电压源支路，根据我们前面学过的理想电压源的特性，它上面流过的电流是由外电路决定的，不能够由支路本身的电压或者说这两个节点的电压差表示出来。因此我们在列写节点电压法的时候，就需要采用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我们不妨假设流过这条支路的电流是 I。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列写节点电压方程。对节点一，首先是它的自电导，那就是 G1 加上 G2 乘以 U1， 而节点2的系数呢，就应该是和节点1的互电导，那就应该是减去 G1 乘以 U2。 节点1和节点3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电阻支路相连，因此它们的互电导是0。那么等号右边应该是所有流入节点的电流源的总和。现在在这个电路当中并没有直接的电流源流入节点1，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你写等于0的话，那就错了，因为所有左边的这些项目前只涉及到 G1 和 G2 两条支路，并没有涉及到 US 这条支路上的电流。那当然如果你写成 KCL 这儿是0的话，那就是错的。因此我们不妨就把这个 I 看成是流出节点的电流，因此等号右边就应该是负的 I。 好，接下来对节点2列方程，当然就简单一些，因为在节点2上面连接的都是纯电阻支路，因此写出它的节点电压方程应该是这样的形式。和节点1的互电导是负的 G1，它的自电导是 G1 加 G3 加 G4， 和节点3的互电导呢是负 G4， 那等号右边流入节点2的电流源的总和是0。
而对于节点3，我们同样可以写出它和节点1的互电导现在没有电阻之路直接相连，所以说是0。而和节点2的互电导呢，在这里头可以看到是负的 G4U2，而节点3的自电导则应该是 G4 加上 G5 再乘以 U3。那等号右边同样的流入节点3的电流源的总和，这个地方就应该写成是 I。那写到这儿，电路当然不能够得到求解，因为现在3个方程有了4个未知数，除了 U1、U2、U3 以外，还多了一个新的变量 I。因此我们还必须找出一个新的方程来，这样4个方程解4个未知数才能够求解。那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方程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条支路上 US 它的元件特性还没有用到，也就是说，现在不管你这个电路当中其他支路上的电压电流如何变化，节点1和节点3之间的电压差始终应该等于 US。也就是说，我们要增加一个补充方程，补充的就是节点电压和电压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U1 减 U3 等于 US。这样4个方程解4个未知数，就可以把这个电路求解出来了。事实上，对于这个只含有一个独立电压源的电路，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更简单的处理办法。我们刚才在对这个电路列写节点电压方程的时候，是选取的这个节点做参考点。但是我们知道，列写节点电压方程的时候，它的参考节点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更合适的节点做参考点。比如说，我现在选择下面的这个节点做参考点，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节点1的电压我就可以立刻写出来，就应该是 U1 等于 US。 而接下来节点2和节点3的节点电压方程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了，因为现在接在节点2和节点3上面的支路都是纯电阻支路。但是要注意，这种办法只适用于含有一个独立电压源的电路。如果这个电路中含有2个甚至更多的独立电压源，那这种办法就体现不出它的优越性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节点2和节点3之间还有另外一条电压源支路，接了一个 US2。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如果我仍然选这个节点作为参考点的话，我只能够确定节点1的电压，而对于节点2和节点3在列写 KCL 方程或者说节点电压方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对于 US2 这条支路上的电流，我仍然没有办法用节点电压表示出来，所以还得采取我们刚才在前面所讲的那种办法，要增设变量，也就是设这条支路上流过的电流是 I， 然后到最后再增加一个方程，也就是节点2和节点3的电压与这个独立电压源的关系。好，这是第2种特殊情况，也就是电路中含有纯电压源支路应该如何处理。那么第3种情况就是电路中含有受控源。比如对这样一个电路，电路中含有一个压控电流源，那我们应该怎么列写它的节点电压方程呢？那第一步，我们先把受控源看成是独立源，我先不用管它，这是一个压控电流源，我先当成独立电流源对待。那列写这个电路的方程同样是先选择参考点，然后标注剩下来的一组独立节点的电压。因此对这个电路列方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UN1 的自电导应该是 R1/1 加上 R2/1 UN1， 它和节点2的互电导就应该是 R2/1 UN2。 那等号右边应该是所有流入节点1的电流源的总和，
就应该是 ISE。而对于节点2呢，它和节点1的互电导也是负的2/2， UN1， 而它的自电导则是2/2加上2/3再乘以 UN2。现在等号右边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受控源当成独立源看待，所以流入节点2的所有电流源的总和应该是 GU。但是写到这里呢，方程并没有完全结束，因为现在2个方程有了3个未知数，除了 UN1、UN2 以外，还多了一个控制量 U。所以接下来我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方程，这样才能够进行求解。由于我们节点电压法是以节点电压为变量来列写方程的方法，所以电路中所有新出现的不是节点电压的那些变量，我都必须把它用节点电压表示出来。因此我们要寻找的新的方程实际上就是用节点电压表示的这个控制量 U。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控制量 U 在这儿，用节点电压表示出来，当然就应该是 U 等于 UN1 减 UN2。好了，3个方程，3个未知数，我的方程就求解出来了。那么在这里请同学们自己思考一下，如果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受控电流源，而是一个受控电压源，我们该如何处理呢？